大家好，我们继续再来把上一次的收藏资料库继续添加新的功能。因为收藏资料库会有很多的图片，所以我们添加了 Awesome Image 这一个外挂。Awesome Image 这个外挂可以协助我们处理好跟图形相关的很多的功能。那以下就来看一下 Awesome Image 应该要怎么来使用。Awesome Image 已经在第三方外挂上架了，因此只要到第三方外挂直接安装就可以了。我现在这一个已经安装好了，把它给叫出来。Awesome Image 综合了以前的 Image Toolkit 以及 Local Image 这两个外挂的所有功能，因此我们可以用 Awesome Image 这一个外挂就取代了刚刚提到的这两个外挂。那首先就是要先指派资料夹给它，就是所有的图片要放在哪一个资料夹，这个名称就是随便你自己去定义。然后后面就是有这一些很多额外的功能，你可以把它勾选起来。那这边有一个所谓的 Pin and Image， 那它的意思是说你是不是要把图形能够有一个钉选的一个功能。切换到收藏资料库这一边来看一下这边的设定Awesome Image 的设定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先把钉选的功能给开启起来，那这就是钉选的功能。先把钉选的功能给开启起来，看一下它执行的样子。所有的图片点击完以后，它就已经会被钉选在萤幕上，因此你可以同时钉选很多的不同的图片，不同的图片就可以做一些需要做的设定。在钉选状态的时候，它所有的功能就已经不会在下面出现，而是变成是右键功能表。所以我们在这边点击了右键功能表以后，就可以针对它来做很多不同的操作了。说我们要把它给向右转啊，或者是水平镜射啦等等这些功能，就可以透过这个钉选一次就把很多个图片一起就做操作了。那要离开的话就是按一下 Escape 就可以离开了。那通常我们就是拿来观察某一个图片，图片显示出来以后就可以用滑鼠滚轮来放大缩小。那这个就是钉选的功能，我们把这个钉选的功能给关闭，然后来看一下它真正执行的样子。好，我们点击一下出现以后呢，你可以看到下面就有个功能表，它就会有一个放大缩小，或者是缩回到100%的大小，或者是占满全萤幕，或者是做旋转，或者是水平镜射、上下镜射等等透过它的这些功能表的选项来做操作。这个就是 Awesome Image 的第一个功能。它的第二个功能其实就是协助我们把图片的网址下载到本地端，让它变成是一个本地端的一个图片档案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 Collection 里面的设定我是把它放在它预设的 Assets-Image 这个资料夹里面。我们就来看一下，我们随便开一个东东的假期出来来看一下这个图片这个图片呢，事实上是豆瓣网的一个网址。我们透过了 Awesome Image 它的命令，点击 Ctrl+P 再输入 Image， 可以看到它有两种转换的格式。第一个就是要把目前开启中的笔记的图片下载下来。那第二个是所有的笔记只要是图片网址呢，它就会自动帮你下载到刚刚指定好的资料夹里面。假设我们就是使用这个，要把所有的图片全部一次就下载下来，点击它，那可以透过这个右边来看有12个网址它就会下载下来。那下载下来以后，就可以从这个 Assets 这个资料夹里面，它会有个 Image， 那它会根据你的档名，会另外再建2个资料夹出来，那最后才会是抓到这个档案。它的档案是这个样子档名的前面第一个字元跟第二个字元跟第3个字元，它会帮你建3个子目录，然后后面才是你的图片的一个图档在这个地方。那因此这样子，即使你的储存库里面有很多图片，也可以透过这个不同的子目录可以区分成很多不同其他的目录，就不会造成说一个资料夹里面有太多图片的现象。我们再来回头来看一下刚刚的这个笔记里面的网址，可以看到它已经变成是本地端的图档的档案了。如果担心未来的这个图片会消失的话，就可以用这个方法，用这个 Image 这一个方法，直接把所有的图片全部下载到你的本地端，那这样子你就不必担心图片会有消失的可能了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今天介绍的这一个对图形操作很方便的 Awesome Image。如果你经常有需要做这些图片整理的朋友， Awesome Image 应该是非常好的图片的助手。那今天我们就介绍 Awesome Image 到这边。如果你觉得我介绍的外挂对你的 Obsidian 的操作有帮助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谢谢各位。